领的手机已认主。失业当保安，每月工资才3500块，连女朋友也跟别人跑了。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赚大钱啊？哎呦，好热呀！哎呦，虽然我也很可怜，但起码还有份工作能养活自己。老先生，这份外卖你吃吧。一起吃。一起吃？这就一份外卖也不够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小伙子心地善良，我也不白吃你的。来，这手机你拿着，你切记，这个手机拍什么就能复制什么，但一样物品只能复制一次，复制出来的东西不能再拍。海里的手机已认主。我靠，神仙！这手机如果真能拍什么就复制什么的话，我竟然真的复制了一辆车！你这个保安怎么回事？谁让你上我的宝马车的？下车！这是我的车，我来的时候车就停在这儿，你说这是你的车？你要不看看你身后？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叫杜威，是金满堂的总裁。很抱歉弄错了车，不过你这爱好还真是奇特，开得起宝马却穿一身保安服。我这是个人爱好啊！而且我觉得当保安挺不错的。做保安确实挺好的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我先走了，我要去金店一趟。你有金店？对啊，我是金满堂的总裁，这次去主要是巡视下店里，然后再把这盒金条送过去。老神仙送我的手机，拍什么就能得到什么。我要是把这盒金条拍下来，我不就发达了吗？而且他还是金满堂的总裁，以后要是能进到金库拍一张照片，我就起飞了。你要干什么啊？那个杜总，我能不能拍张金条照片？这当然可以。这盒金条到手了。林先生爱好还真是独特啊！那个您说的那个金店在哪儿啊？就是临城最大的商业街，里边有一家最大的金店就是。哦，咱们回头见。好。黄金到手，这拍立得手机也太强了吧！真是太厉害了！我居然用手机复制了金子这种人人都认可的硬通货。哇，我这下发财了！这要是让我多拍几张的话，我不都能实现财富自由了吗？只可惜这老先生说过，复制过的东西不能再拍。不过这也足够了呀！我现在就去金店，把金子换成钱去，到时候再把换的钱再拍一遍。嘿，我来换钱。李先生，真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了你。这说明咱们两个有缘分嘛。不过这次我是来换钱的。这一盒值多少钱？这一盒价值100万左右。行，那我换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要现金。一定要现金吗？啊，你去银行有我的名义提款100万。没想到李先生那么喜欢我们店的产品，这满满一盒都是我们店的金子。金子谁不喜欢呀？这可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。不过不知道你们店里最贵的金子是什么样的？这个就是我们店里最大的金砖，重达3公斤，价值差不多200万吧。不过我们总部还有更大的。那一盒金子才100万，这一块就200万啊！不介意我拍张照吧？啊，不介意。李先生，您还有什么需要吗？啊，没有了。李先生，这是您要求的100万现金。行。哎，李先生，我看您似乎对金子很感兴趣，不如我们加个联系方式。那我们改天再聊。好。真想现在就直接开始拍照，不过这附近人太多了，回出租屋里才安全。我去，这直接就100万变200万了。
哇，我的天哪！我记得我拍的这一块金砖就有200万吧？这200万再加上这200万，那我岂不是就有400万了？哎呦，哇！冰冷的金砖，温暖的感觉。里边人鬼叫什么呢？赶紧把这个月房租给我交了。这些钱足够1年的房租了吧？你小子怎么赚这么多钱啊？这你别管，不过你记住啊，房子既然被我租下了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当然没问题，我现在就从你眼前消失。这手机拍什么就能复制什么，这可是会下金蛋的母鸡啊！我有了这么多钱，是时候潇洒一把了。您看这件呢？杜小姐，李先生，这么巧啊！我想来选套衣服。果然，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有人会天天喜欢穿保安服呢？人靠衣装嘛。李先生，我正好也要给我父亲选一身，不如你帮我挑选一下。哎，我觉得这件西装就挺不错的。好，那作为回报，我也帮李先生选一件。你觉得这件怎么样？我相信杜总的眼光，我现在就换上。李先生的西装费我会一并包了，你去结账。好的。杜总，这一身如何？非常不错，李先生看起来简直就是十足的成功人士啊！成功人士有手机在，我以后的成就可不会止于成功人士。多谢杜总帮我挑选了衣服，我先去结个账啊。哎，李先生，您可是我们的重要客户，而且西装的钱啊，我已经付过了。这都不好意思啊！哎，杜总，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，我一定帮。最近还真是有一件让我头疼的事情，因为我父亲的生日快要到了，我本来想给他选一件西装，还有限量版的手表，但是我今天去表店的时候，手表已经卖完了，唯一剩下的就是一个展示品，出再高的价格都不卖。限量手表，这可是和总裁小姐打好关系的机会，以后在金库里拍一张，这辈子都不愁了。这个手表店在哪儿？你带我去看看吧。李先生还真有办法。有啊，不过我得先看看这个手表的型号。就在隔壁店里，明天我带你去。行。就是这款限量版，我出再高的价格也买不下来。这位小姐，我已经提醒过你了，这手表可是限量版，这个已经是展示品了，出再多钱也不会卖的。我能拍张照片吗？拍张照？可以，你拍吧。世界上还是有钱都解决不了的事情啊，但这不是问题。只要我解决了这个麻烦，说不定可以顺势让杜威带我去看看那最大的金砖。杜总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出去一趟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车里面一下。哎，去车里面干什么？难道他车里面能编出来手表不成？这怎么可能？除非他也有一模一样的手表，这样才能交给你。幸不辱命。我按照照片上的型号对了一下，我的确有一块一模一样的。你居然真的有啊？对啊，送给你。送给他？这可是100万的手表啊！这点钱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，都是小钱。小钱？100万还算小钱啊？不行，这表可是价值100万，怎么能随随便便送我呢？我说送你，自然就是送你。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希望能够看一下总部里面最大的一块金砖。只是看一下啊？当然没问题了，我可以答应你。那咱们现在就去。好，谢谢。李先生，这个展示大厅讲述了我父亲的发家史，同时也讲述了金满堂的发展路线。不错不错，这么重要的地方，确实需要一个足够惊人的宝贝来镇场子。李先生，请看，这个就是我们总部展示厅最大的金砖。这么大？这就是我们想要展现的。金满堂是由金砖一步步铺就而成的。就是不知道这块金砖有多贵啊？这块金砖价值500万。500万？那我能拍张照纪念一下吗？好。只要我拍下照片，就能利用手机复制出价值500万的金砖。
李先生，啊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么贵重的东西就这样放在大厅，这其实不算什么，因为真正值钱的可不会放在这里。那放在哪里？抱歉，我嘴快了。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，自然是放在储存金子的仓库里，那里面全都是黄金，而且不能够随便进。杜威才是真正的宝贝啊！李先生，李先生啊，你怎么走神了？只是感慨金满堂的强大。杜总，以后我们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合作。合作？您是想用钱投资我们吗？不，我更喜欢用金子。真的吗？你要用金子投资我们公司？不错，我打算用金子投资你们公司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李先生，我们金满堂有您的支持，真是万分感谢。哎，行，那咱今天就到这儿，我回去准备准备啊。哎，李先生，您这就要走啊？不留下来吃一顿？吃一顿就算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住在哪儿啊？住在南山别墅区。我还以为杜小姐会住在最顶级的皇冠别墅区呢。我父亲平时也比较节俭，而且南山别墅区在临城也不算太差，已经排进前10了。行，我记住了，先走了。好，慢走。哎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早就看到你们2个了，我觉得那个小伙子不错呀，你觉得呢？啊，爸，你女儿还愁嫁吗？我看呐，那个小伙子看你的眼神像看金子一样炙热，你信不信他回头就会在南山别墅区也买一套？苏慧女士，您是想重新买一套别墅吗？唉，你去招待别人吧，我自己在这儿看看。我要是买套新的，我老公不一定同意。不过呢，我女儿杜薇呀，已经20几岁了，她也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好，那你慢慢看，有需要随时喊我。欢迎来到南山别墅区售楼部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你们这儿最好的别墅多少钱？我们最贵的别墅是临海南山，价值500万。就要这一套了。您是要现金还是刷卡？我不付现金也不刷卡，我用这个。小心点啊，这碰到一块儿可能就是几万几十万的。好，不过这个我得鉴定一下。那你快去吧。先生也是做黄金生意的，怎么称呼您？我叫李天。你好，李天先生，我叫苏慧。之前怎么没在临城听过你的名号？我创业刚有起色，你没听过也很正常。居然是自己创业？是啊，我之前也寂寂无名的，也就最近才闯出一片天地。我相信以后啊，肯定会越做越强，越来越好。居然自己创业，而且这股自信和我丈夫当年一模一样。这孩子看起来真不错，不知道女儿怎么看。那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小区的邻居了，有时间咱们多走动走动。行，有时间我肯定去看看。有时间咱们多走动走动。行，有时间我肯定去看看。先生，您的金砖已经鉴定完毕了，接下来我就给您介绍临海南山别墅。行，这就是我们的临海南山，属于非富即贵的区域。这里已经有独立的泳池、车库，还有一个健身房，足够满足您的日常需求。看起来是真不错，没想到我李天也能够住进这种地方。嘿嘿嘿，以后这里就是您的了，您可以在这里做您想做的事情。行，好，那你有需要再喊我，我先走了。李先生还真是年轻有为啊，不知道李先生有没有结婚，有没有女朋友啊？这个还真没有啊。我家住的离这儿不远，就在隔壁啊。有时间一定要去我家里坐一坐。行，有时间我过去。哎呀，李先生，您这一口气豪掷500万买下这里的房子，没准有机会你还会遇到谢氏总裁呢。为什么？谢总啊，有很多处房产，在咱们这儿也有套别墅来着。每次他回来的时候啊，都会给我们带一些小东西。不过这个人呢，就是有一点花天酒地，每次带回来的女人都不一样。什么时候你在他的别墅里看到其他女人出现呀？你不要觉得太惊讶。那个谢总他住哪儿啊？那他就住在那边。怎么了你？没什么，
我好像看到那里面就有个女人。有吗？我怎么没看见？算了，也不关咱们的事，这都是人家的事。啊，对，不关咱们的事儿。哎，那个苏女士，你要不要去我的新家看看？不用了，我也要回家了，改天吧。记得有时间一定要去我家里坐一坐啊。行，有时间我就去。爸，我快累死了，你以后能不能多管管？我真的会被公司给拖垮的。那你呀，就找一个能帮你的人嘛。有能力的人多了去了，但是值得信任的人很少的。那你就找一个有能力的老公，这不就都解决了？嗨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看咱们家附近有个小伙子，人就挺不错的，跟你爸年轻的时候一样，都是自己创业的，人家现在已经有所成就了。哎，对了，那小伙子还没有女朋友呢，我还说啊，让他有时间来家里坐一坐，到时候你给我打扮的漂亮一点啊。妈，你这也太着急了吧？我有那么愁嫁吗？再说了，追我的人多了去了。你妈说的对呀，一个有能力的老公就可以真的帮你分担一切。哎，要不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吧？应该在家呢。走。哎，不，这绝对不可能。那个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回房间了。老婆，你也太着急了吧？这些事儿得慢慢来呀。我这是着急了吗？哎，老公，我想给薇薇啊买套别墅，她都已经长大了，也不能老跟我们住在一起。这样不好吧？现在咱们一家人还能每天在一起呢。哎呀，住得不远，就在那个小伙子隔壁，他们俩住得这么近，早晚能碰上。好，你去安排吧。好，明天就去买啊。你谁啊？你差点撞着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男人可是谢浩。谢浩是你的男人，那你是谢浩的什么？情夫？你个疯女人，别挡着我车，我要走了啊！老娘是情妇怎么了？你不也是个小白脸吗？这才多久没见呢，这就开上宝马，住上别墅了？你该不会跟我说这些都是你自己努力奋斗来的吧？小白脸，真是给脸不要脸的贱人！你自己垃圾，看别人都是垃圾啊！混蛋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哎呦，苏女士啊，你好呀！我认识你吗？当然，你忘了吗？前段时间谢浩带着我去给您送礼物的时候，我就在他身边呀。啊，原来是你啊！哼，又是一个狐狸精。下次和谢浩见面，应该让他好好管管了，别随便就攀扯关系。其实也没什么事情了。就是呀，我有一个之前的朋友，现在看到我过上了更好的生活而眼红，自己就当上了小白脸，这不跑到我面前来炫耀来了。虽然我不认识你是谁，但是作为一个女人，做了谢浩的情妇这件事情，有什么好拿出来炫耀的？像谢浩这样的人呐，早晚把你玩腻了，随手一丢。你该不会以为攀上了谢浩就能跟我拉拉扯扯的，一脚就踏入什么上流社会？李先生跟你可不一样，人家那是凭自己的本事打拼上来的，他可不是什么小白脸。从现在当下的情况来看，你们两个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你怎么就知道他不是？我看你就是他背后的人吧。给苏女士道歉。让我输重了，你怎么这么维护他呀？李天，继续站在这里废话啊！我不介意再教训你一下。跟他这种人讲道理没有用，他呢就是观点站不住脚，他只会无脑的重复自己的观点，这种人就得一巴掌打到他不喷粪为止。本来我准备啊今天带你去见见我女儿的，结果你看也因为她耽误了时间，估计这会儿啊都去上班了。苏女士这是啥意思啊？小伙子，我觉得你人挺不错的啊，我女儿在临城也是数一数二的美人，更重要的是呀，我们家也是做金子生意的，到时候咱们可以强强联合呀。
阿姨，还是不了吧。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？我女儿真的很漂亮的。阿姨，这事儿她强迫不来。不强来，那都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哼，今天就去把李天隔壁的别墅给买下来，今晚就让微微搬过去，2个人迟早能遇到。哎，阿姨，我还得去金店一趟，我就先走了。哎呀，早说你工作上有事，阿姨就不留你了呀，赶紧去吧啊，快去吧。先生你好，杜威在吗？杜总最近都在，需要我帮您叫他吗？行，你帮我叫一下。可惜一样物品只能拍一次，复制的也不能再拍，不然我就左脚踩右脚，直接上天了。正好可以去车里把金条从手机里拿出来，然后再卖出去，这样就又赚一大笔。嘿，李先生呢？刚才还在这里，可能是去拿东西了。那我等一会儿吧，你先去忙你的。好。这么多，李天，你怎么拿这么多金条啊？咋了？你们不收啊？不是不收，我只是觉得你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。现在虽然说是法治社会，但是恶人还没有完全消失，而且你这拿了这么多，就算是被别人偷一个，也发现不了。我这不是自己过来的吗？我想知道这些能换多少钱？这些加起来至少能有400万。这400万要是能够复制一下，就是800万了。加上我手里已经复制过的200万，就是1000万。嘿嘿嘿。啊，帮我换掉吧。好，那还是和之前一样，要400万的现金。对，要现金。去。还是你比较好。我来之前还在担心你如果不在的话，这么大的金额销售员没法搞定。这家金店可是整个商业街最大的金店，在临城可都是排前5的。而且这个金店也是我们金满堂最重要的资产。平时我除了在总部办公，剩下的时间都在这儿。行，你下次来也可以提前跟我沟通一下，就算我不在，到时候有我的授权，这边的人也可以给你现金的。对，有什么事儿不妨直接说啊。也没什么，只是之前李先生说很看好我们金满堂。怎么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？我得找机会多多支持一下杜威和金满堂，这样才能够找机会进入金库啊！我怎么把这件事儿给忘了？我可以支持你们金满堂，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李先生请说，只要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，我什么都可以满足。我这个要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带我去你们的金库好好看看就好。李先生好像对金子特别喜欢。谁不喜欢金子呀？毕竟整个人类历史上，钱币会不断的变换，只有金子才是古今中外都被当作真正的贵金属。没问题，一会儿等现金到了，你清点一下，我就可以带你去。行。李先生，这是刚从银行提的400万。李先生，你清点一下。啊，不用清点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去看一下。好，请跟我一起来。啊。这么多的金子，如果拍上1张，那可就发达了，至少价值数千万。这金满堂的实力真是可以啊！这只是金店的仓库，实际上还有2个大仓库，一个是在金矿附近的大仓库，存储金矿石，还有一个是在总部，那里面全部都是金子，负责给所有金店发送货源。杜威他家居然真的有金矿，我的天哪！那个我可以拍张照吗？按理来说这里是不允许拍照的，不过李先生的要求，那自然可以破例一下。谢谢啊。果然我得先狠狠投资一笔才行，多谢了啊！我以后一定好好的支持金满堂。那就多谢李先生了。真想立刻把整个仓库的金子立刻全部拿出来。那个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李先生，你这就要走啊？对，我想去买辆新车，区宝马已经不够资格了。
我要一辆更贵、更张扬的跑车。那既然李先生要走，那我就不留了。回见。哎呀，这可是真正的宝贝，这金子都不要了，都不能不要它呀！哎，哇，这几千万的金子，再加上这800万的现金，哇，哈哈哈！我的金子，我的钱，这一块金砖好像杜威就说过价值500万呢。哎，哎呀，你咋跑这儿来了？你这傻狗！李天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当然是金砖呐！我正打算用它去买一辆跑车。现在谁买东西还用金子啊？现在谁买东西不收金子？真搞笑！哇！哎，你一定是去抢银行了，我还报警抓你！哎呀，你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愚蠢啊？看到什么就是什么，一点也不去深入思考一下。李天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呀，知道用什么方式让你这种人闭嘴。你干什么？哎，怎么样，还不捡啊，贱人？哎，李天，你一个人住在这儿，应该很寂寞吧？要不……捡吧，傻狗！真是个贱人，给钱就能睡的烂货。可不能让它影响我的心情，我得去买车去。真该死，让李天给丢哪儿去了？终于找到了，可不便宜呢，让李天那个混蛋给丢了。我狗呢？李天刚刚是不是骂我是狗？该死！我一定要让谢浩叫醒他。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亲爱的，人家那个死人前男友又来找我了，刚才他还侮辱我，骂我是狗。亲爱的，你可一定要为人家出气啊！知道了，回头再说吧，我正忙着买车呢。好，那我晚上等你啊。我晚上还要见其他人，没空。哎呦，你都好几天没回来了，人家都饿了。李天，你给我等着！一个玩腻玩烂的贱人，居然还敢来找我！谢少，又是马云那个贱人来找您了。你可别提那个贱人的名字，他哪里有你懂事，居然还想着管我，活该被前男友欺负。哎呀，像谢少这样的人物，能够短暂拥有就好了，怎么能够管着呢？美人儿，如果你愿意今天晚上陪我1晚，这辆价值500万的保时捷我就买了。哎呀，你也别害怕，谢少很温柔的，而且啊，能被他看中和宠幸，可是我们女人的荣幸呢。有客人来了，我先去招待一下。谢少有什么需要，可以自行解决。谢少，这就是他没福气了。
还不如在我身上多花费一些精力。先生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？你们这儿什么人都能来啊？这位好像是有钱有势的少爷，管不了太多。谢浩。李天，亲爱的，怎么停下来了？人家刚有一点感觉。李天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不是应该在南山别墅当保安吗？怎么对住户态度太差，转而来这里应聘销售啊？看来那个贱货没跟你说实话。我呢，不是在南山别墅区当保安，我是那儿的住户，而且我是临海南山的住户。你，临海南山的住户？真搞笑！马玉都跟我说了，你小子就住不起。哎，这个车多少钱？这辆保时捷价值500万，先生如果感兴趣的话，我可以给您详细介绍一下。我的这块金砖就价值500万，我买了，你可以去鉴定一下。好的，我去找我们经理。这是你从哪儿找到的道具？来这里招摇撞骗？又一个贱人凭空愿意作践自己。你说谁呢？哎，只有被踩到尾巴的猫才会乱叫。你小子说话最好注意一点，我谢家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哎，谢大少，你有钱吗你？怎么还学人家拿钱吊着别人啊？李先生，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这确实是真正的金砖。请问您是否真的要买这辆保时捷呢？当然买了，你俩还站我车前面干啥呀？两位不买请让开。你说谁不买呢？就是说谁不买呢？谢少肯定会买的，而且呢，只会给我一个人买。不管你们买不买，李先生已经付过钱了，还请两位让开。还愣着干什么啊？我要开走了啊！亲爱的，你得证明你自己啊！给一个玩几天就丢掉的烂货花500万买车，我他妈疯了！下次吧。这位帅哥，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。真是恶心，我也没空管他，我还要回去把满屋子的金子都给卖掉了。谢浩，该不会去找别的女人了吧？真该死！我得想个办法上位才是。后面该不会把我赶出去吧？亲爱的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那个李天是不是真的住在这里？这可能吧，我感觉他应该没有那么有钱啊，肯定是去抢劫了。我在他家里看到了许多的钞票，还有金子，而且那天回来我还看见他开了一辆跑车，真不敢想，他怎么有钱买得起那么贵的跑车啊？你说在他家里发现了很多金子和钞票？对，只要现在叫人去看看，一看一个准。很好，待会儿我就带人过去看看。我就知道，亲爱的肯定会为我出头。你的面子不值钱，他打的是我的脸，你明白吗？是，那个李天真该死。贱人，给我泄泄火。在金子和钱里面睡觉是挺舒服的，可这收拾起来太麻烦了，而且呢，还只能我自己收拾。这钱我可以存到银行里，这金子是我给杜威承诺过帮助他的，这些金子应该够用了。哎，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啊！喂，李天怎么了？你还记得我说过要给金满堂支持的吗？我现在家里边啊就有一堆金子，你派人过来拿吧，不用给钱，就当是我对你们的投资。真的吗？有多少？挺多的，你最好多带点人过来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再次感谢你对于我们金满堂的支持。没多少钱，都是小事啊。虽然是小钱，但是能不能让我好好招待你一次呢？哟，你还挺执着的嘛。作为重要的客户，肯定是要多多留意的。行，那你就来临海南山吧，我住这里。我家也在附近呢。好，晚点我过去。行，我等你啊。好的。这下不得把杜威砸得晕头转向的，到时候
他肯定会对我加倍赏识。这样一来，你来了，请进。李天，你是在做饭吗？对啊，我都提前做好了。不是说好我来招待你的吗？怎么你还开始做了？都一样嘛，我这边做的都是一些家常便菜。那我只好取消预约了。本来我预约了厨师，他们准备了食材上门做饭呢。还能上门做菜？因为我也不会做饭。这都不重要，正好你可以尝尝我的手艺。来，来啦！来，你先尝尝。好。怎么样？好吃啊！喜欢你就多吃点啊。好。你先吃着，我去开门啊。好。我们根据马女士提供的消息，我们怀疑你在自己的别墅里私藏黄金。她不是你的情人吗？也住这别墅啊？你就这么对待你的住户？你根本就不是这里的住户，给我搜！哎，我谢浩，你怎么能带人随便闯进来了？杜小姐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？今晚是我和李先生专门凑在一起小聚一下，没想到就闯进来一个没礼貌的。我们得到消息，他私藏黄金。你凭什么说他私藏黄金啊？难道就不能是收藏黄金吗？就是私藏。我之前看到他的东西满地都是，现在不见了，肯定是他藏起来了。你又是谁？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？我是谢浩的女人。你又不是他夫人，给我滚！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得搜查一下这里。不用找了，因为你们已经找不到了。因为李天已经用黄金投资了金满堂，而这件事就是我亲自批准的。那黄金可是价值2000万。什么？他怎么可能有2000万？2000万？我谢家资产也不过亿，他居然能够投资2000万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谢浩，你今天的事我可是记住了。要是不想让我告诉你老爸的话，现在赶紧走。对不起，杜小姐，是我打扰您了。李先生的道歉呢？李先生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你说我要帮你宣传宣传，你们南山别墅区内就是这么对住户的。他妈的，你这个臭女人！这谢浩真不是个好东西。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咋办。举手之劳罢了。不过这谢家虽然还不错，但也不算是很强。我总感觉以后你在临城也会有你的立足之地的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咱们吃饭吧。我早就想这么说了，你的手艺真的不错。哎呀，怀了啊！怀了你做的菜的孩子了。这也能怪我呀？那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能怪你啊？你要是把我吃胖了怎么办？行，怪我怪我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我觉得其实我们2个人可以再深入的合作一下。你想怎么深入啊？我想多了解一下金满堂的运作情况，它的产品啊，还有金店的位置，最重要的还有这个仓库的仓储情况，我想了解一下。确实有这个必要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强强联手，说不定你我的公司就可以制霸整个临城。我还没有公司，不过这也不重要。总之，我还是想看看仓库的情况呢，想多学习一下。这个我还是要跟我爸商量一下，虽然说他已经放权给我了，但有些事情我还得跟他确定一下，不然的话，我就算亲自去也很难做到。看样子还要想办法搞定杜威的老爸呀。哎，不知道叔叔喜欢什么？哦，你这就想讨好我爸了？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很难的。我爸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也不喝茶。唯一的可能性，我觉得还是讨好我妈比较好，因为我爸爱我妈。如果你能得到我妈的认可，我相信也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哦，行。你可得小心一点啊，孕妇。哎呀，我又不是真的孕妇。好了，我也要回去了。行，欢迎下次再来啊。哎，可
可别啊，本来说好了我招待你的，结果变成你给我做饭了。唉，那些都不重要嘛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呀，看来关键还是要搞定杜威的老爸。反正我们离得也近，肯定还是有机会的。哎呀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妈，我不能回家了。我不是给你买了别墅吗？赶紧回去。哎呀，我懒得回去。买都买了，不能让它空着吧？那怎么了？我觉得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挺好的。什么情况啊？你不是去见客户了吗？吃这么多啊？是去见了呀，但我没想到他居然自己做了。不过妈，我觉得他厨艺真的很好。本来我都是叫好厨师的，结果我觉得他的手艺比厨师还好呢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既然没有结婚，长得高不高？帅不帅？妈，这我怎么能直接问呢？哎呀，你看看你啊，这很重要的。哎，如果要是你也有心上人的话，妈以后就不跟着瞎操心了呀。哎呀，妈，总之我觉得他挺好的。哎，那他家住在哪儿啊？叫什么名字啊？哎，他有什么爱好呀？你多跟我说一说呀。妈，那个我先回房间了。到底叫什么呀？你给我说清楚啊！这要是说了，我们不得天天去烦人家呀？哎呀，妈，我知道他是谁，住在哪儿，不就好了吗？行了，我先回房间了。李天，要我送你去公司吗？好，不过今天就送我去总部吧。行。行。你还真是绅士啊。你来干什么？别挡着我车。李天，那个谢浩他根本就不爱我，他都不把我当人看，你知道吗？他昨天打我打得可用力了，打我打得可用力了。他打你就算了，你抱着李天干什么？杜威怎么这么着急？难道说……你闪开，我是他女朋友。你们不是早就已经分开了吗？听说你不是那个谢浩的情妇吗？那谢浩他根本就不把我当人。那也是你自己的选择啊。杜威，我们不管他，咱们走。系安全带啊。哎呀，拜拜了您嘞！李天，你这个负心汉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不就是想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吗？你们都这么对我，你们都是混蛋！哇，这里看起来可真不错。这里的布局是我爸做的，自从我坐在这里之后，也只是做了一些小改动。李先生还不打算走吗？我呢，就是想问问，我能不能去你们公司的金库看看？你一定要答应啊！我之前刚送了一批金子过去。这种地方一般都是公司关键命脉，而且都是不允许拍照、不允许参观的。这件事我需要打电话问一下我爸。我主要还是想学习一下。哎，要不我留下来给你当个助理或者秘书之类的。他怎么这么想接近我？难道说这不太好吧？这有啥不好的呀？反正平时我也没啥事儿啊。喂，爸，你怎么突然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啊？王氏公司还是对我们出手了，现在正在打价格战。之前早就已经蠢蠢欲动了，现在看来是忍不住了。哎呀，我先去银行借款，你在公司执掌大局。好。哎，怎么了？难道有人要对金满堂不利啊？是老对手了，之前就已经交锋过很多次了，但这次看来是要认真的。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。等到金满堂情况不太好的时候再出手比较好。我相信你肯定能够解决好。我也有信心，毕竟从我爸开始就
就已经和王家对抗了，但是这么多年下来，一直都是我们金满堂更胜一筹。那需要帮忙吗？大妈让我找一个有能力的老公，会是他吗？那你想留下来吗？不过先说好，对于员工我可是没有什么耐心的。我相信你对我会有很好的态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我会给你一个强大的助力。那就先帮我处理一些简单的事吧，帮我把那些文件都整理一下。这些文件呢，回头粉碎掉。好，我待会儿就去。没想到你学的还挺快的嘛。这不是旁边有个人帮我吗？个人能力也很重要。杜总，有人邀请您参加今晚的晚宴，王家、谢家都会出现。谁邀请的？凌晨高家。我知道了，后续的工作就按照我今天安排的来做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这就去做。你看着很紧张啊，这个高家怎么了？高家是临城最低调也是最强的家族，明面上的5大家族谢家、黄家、杜家、白家、叶家，其实最强的一直是高家，只是高家非常低调，而且也从来不参与这种排名。临城高家很厉害啊。对，高家的实力可以说是和临城5大家有着断档级别的提升，我怀疑至少需要5大家联手才能够对抗。这么厉害？非常厉害。因为高家本身也是以金子起家的，只不过后来也发展了许多其他业务。那这么看的话，你也很厉害，也是做金子的。我估计啊，高家可能也觉得杜家是没钱，不过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今晚宴会我可不能一个人去，但是我爸又有点忙。我陪你去。这不太好吧？我现在本来就是你的员工嘛，而且我有一套很不错的西装，我可以穿着去。好，那你跟我一起去。行，那我换衣服去。那我回头把宴会的位置发给你，我们在宴会上碰面。好。还好他答应了，不然也太尴尬了。接下来可要好好选一下宴会上的礼服了。先生，没有请柬不得入内。糟了，我可没有收到邀请，而且请柬也在杜威的手里面。哟，这不是李先生吗？怎么站在这里当保安队长了？这是他的福分，不然还当不了保安队长。我站这里就是保安队长了，真是狗眼。你说什么？怎么眼神不好就算了，耳朵也不好使啊？要不你俩赶紧去医院里面治一下好了。别以为你在南山买了一套房子，就可以骑在老子脖子上拉屎，信不信我他妈打死你！谢少，谢少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能随便打人呢？高少，我只是想教训一下这个不起眼的家伙而已。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，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我的宴会上不准动，谁都不准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高少，您先请。您先请。前居而后恭，此之令人发笑。要不是高少，我早他妈弄死你。是啊，他就是个废物而已。是啊，一个连自己女人都守护不好的废物而已。李天，我们进去吧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再多看几眼呀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呢。早就知道杜小姐是我们临城的第一美人，现在再打扮一下，真的美得和其他人不在一个类别啊！哎，李天，我们还是赶紧进去吧。好，我们走。干杯！干杯！少爷，我们家以后要多劳您照顾照顾啊！看到那个被最多人围着的男人了吗？他是高家的大少，名叫高深，是未来高家的掌权人。他是王月，
是王家的长女，不过她有个弟弟，未来的王家应该会交给她的弟弟。不过我听说，王月一直都很不甘心。这个王月就是你的对手？放心，我绝对会帮你取胜的。各位，这次让你们前来，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个最大的麻烦，那就是对于金子的斗争。金子的斗争？王家和杜家的斗争，并不止于他们两家。据我所知，谢家一直在帮助王家，这是为什么我会让谢浩来的原因。而我这次的宴会，就是为了解决他们三家的麻烦。我希望你们停下来，握手言和，不要再继续斗争。毕竟这让整个灵城的金价动荡不堪，实在是不利于赚钱。还是因为影响到高家了。高家虽然低调，但是最容不得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。可是高家出面做和，好像没有选择了呀。只能这样了。本来还想着能不能痛扁一下王家呢。杜小姐，王小姐，两位都是我灵城有名的美人，还是直接在这儿握手言和的好，这样不耽误你们两个赚钱嘛。也不耽误我们高家。既然高家大少都出面了，看样子我们还是坐下来好好谈谈比较好。这是自然，毕竟只有这样才能够利益长存啊。多谢两位给我这个面子。谢家也不会再掺和了。对嘛，这才对呀，和气生财。各位好好享受吧。我敬你。干杯干杯，好久不见。喝一个。真是可惜啊，本来我都准备好了布局，就等着王家来挑呢。你有把握击败王家和谢家吗？这个做不了，但是应该能够让他们吃亏。不过依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估计很难。那我要是帮你呢，你敢出手吗？你打算怎么做？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你打算怎么做。李天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又愿意做到什么样的程度？我自然是愿意为你做我能做的一切。其实我早就想看看高家到底有什么样的实力了。不过我们得先搞清楚谢家是怎么和王家纠缠到一起的。他们要么是早有预谋，要么是因为你。毕竟谢浩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家伙，在面对看不起的人，他一直都是一副为所欲为的样子。我觉得这个不重要。这不重要吗？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由，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理由，都无法阻止我们击败他们。高家怎么会知道我们两个一起联手的事情？你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给其他人吧？怎么可能？联手的事情还是我爸和你们定下来的。本来是打算作为偷袭的机会，给杜家一个出其不意，没想到居然就这么泄露出去了。难道是我弟弟？你告诉你弟弟了？那家伙不可靠，而且你们两个不是本就不对付吗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而且损失家族的利益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。那可不一定，我们还是回去都好好查一下吧。我就先走了。查可以，但是我们的行动不能够停下来。你疯了？跟高家对着干？高家出手是因为我们的斗争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，但是我们可以换一种手段，而且我相信杜威也绝不会就这么放弃的。那也要慢慢来尝试啊。不过我要先走了。到底是谁走漏了消息？看来只能慢慢查了。
王月不会放弃的。你这么肯定？毕竟是多年的对手，都对对方有些了解。不过，他大概会蛰伏一段时间，我们倒是不用那么紧张。不如你送我回家吧。当然可以。各位，高家的威严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挑衅的，只要高家出手，5大家族没有人敢反抗。对呀，他说的有道理。好了，各位，高家还有事情等着我，我先走了，你们在这里尽情的享受。你这么绅士，肯定有不少女孩喜欢吧？我可不会对所有人都这么绅士。好了，一会儿可别被我妈看见了。被你妈看见怎么了？被你妈看见怎么了？我妈看到肯定要追着问，说不定还要把你接去吃饭呢。吃饭就算了，哎，不过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去我那儿再吃一顿？改天吧。今天……行，那就改天吧。我先走了。好。他送你回来的？哎呀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到。哎，怎么不留一下，坐下来吃顿饭？人家不愿意呗。切，胡说！我女儿长得这么漂亮，但凡给每个人都张张嘴，能不留下来？行了吧，人家想走就走呗，我回去休息了。嗨，睡觉就知道睡觉，好男人都给你睡没了。这到底是谁呀？按理说应该是住得不远，就在这附近，但这别墅区太大了，不好判断呢。你居然来得比我还早！我这不是想多学习学习吗？杜老师，我这怎么又成杜老师了？你天天教我，可不就是杜老师吗？贫嘴！哎，对了，你说要帮我，你打算怎么帮？当然是直接给你金子了。你确定？我需要的可是相当多的。放心吧，我肯定有。不过你得先带我去总部的金库看看。这件事儿还是得跟我爸商量一下。等等啊。喂，爸，我有个朋友，他想去咱们总部的金库看一下。朋友？什么样的朋友啊？就是普通朋友。肯定是男朋友吧？可以看看。哎，不是男朋友。怎么，你那个朋友是女的？哎呀，也不是。那不就对了吗？这件事发准了，随便看。这件事发准了，随便看。哎，你怎么也笑我啊？没什么，反正咱们两个清清白白不就行了？行了，咱们还是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，赶紧走吧。终于套到大鱼了，不过好像杜威也快被我拿下来了，这才是最大的鱼啊！这里可以拍照吗？拍吧，只是一张照片而已。这下真发了，就是不知道这一仓库的金子价值多少钱啊？杜家的资产可是逼近100亿，这一仓库的金子至少价值20亿。20亿！20亿！我有20亿的金子。不过这还不是最值钱的，金矿才是大头。这金矿里面存放的金子，提炼价至少有30亿。提炼价至少有30亿。李天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你才是真正的金矿啊，能不兴奋吗？我感觉你今天特别的漂亮。你喜欢我今天的打扮？可是我今天不是和往常一样吗？可能我觉得你每天都特别好看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会给你最大的助力。不过前提呢，是你得把这仓库扩建1倍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打算再送你一仓库的金子。这我怎么好意思啊？我都是你男朋友了，送你不是应该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你是我男朋友？不过你倒是可以临时冒充一下，
搪塞一下我吧。那我就好好努力，争取临时变常驻。瞧把你给美的！到时候这里的仓库我会找人重新搭建的，只不过需要几天时间而已。几天就够了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只要花钱呢，这里的仓库啊，随时就可以建造起来。不过到时你可别让我失望啊！放心，我肯定会给你个最大惊喜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回去布局吧。初期还是不能够招惹到高家，不过倒是可以一举击败王家。到时候可以挑战一下高家的地位。放心，有我在，肯定能帮到你。妈，怎么啦？还怎么了？我听你爸说你要开始对付王家。是啊，怎么啦？为什么有把握对付？因为有人说会帮我，而且我已经开始扩建仓库了，到时候有足够的金子投入，就可以击败王家。我以为我的女儿啊不会被金子打败的，原来并不是这样。妈，你干嘛这么说？这下我可找了个有能力的。有能力，但是不代表是否值得信任。对呀，到底是谁呀？家住在哪里呀？你们两个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你总要说出来，让我们给你把把关嘛。我可不想看我们的宝贝女儿被人骗了，不是？你们真这么想知道？那当然。走，我带你们去看看。走。李天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爸杜文，这位是我妈苏慧。苏慧阿姨原来就是你母亲啊！微微呀，这个小伙子就是我说的要给你介绍的那个，你们两个还是在一起了。既然3位都来了，今天我就多做点饭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我们就只是来看一看。对，不用太紧张。没想到你和他还是走到一起了，怎么样？老爸之前说的没弄错吧？还是爸爸眼光毒辣。我今天一定要好好做一顿，叔叔阿姨，你们可千万别走！来，先坐。怎么了妈？我们坐下，你也坐下了啊？我们作为长辈，坐下就坐下了，你还不赶紧去帮忙？可是我不会做饭啊。你不会做饭，你就不会帮忙别的忙啊？搭把手、递个东西什么的，别把家里面的浇灌器带到这儿来。好。怎么了？他不让我做。真是个好男人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给我把握住了啊！哎呀，知道了。吃饭了。我会的不多，就只会一些家常便菜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别嫌弃。李天，你的手艺不错呀，以后我们家微微有口福喽。来吧，开始吃吧。李天的手艺确实不错呀，跟我老婆有的一比了。是吧？我上次吃的时候都吃撑了。李天，你们两个确定关系了没有？那个微微之前说让我暂时担任她的临时的男朋友。我当时就是随口一说的，并不是真的那个意思。你还真说这话？两个年轻人既然相互喜欢，就不能够那么随意。对呀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哪有什么临时这一说呀？我今天就正式宣布了，李天呀，以后就是我们微微的男朋友了。行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你们年轻人慢慢聊啊。行，慢慢吃啊。你真的要走啊？你没听叔叔阿姨说的？你干嘛当着我爸妈面那样说啊？我那就是随口一说，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啊。那你今天晚上还走吗？我还是回家吧。你非得回家呀？之前我妈说在某个人的身边买了一套别墅，当时我懒得去管，也懒得去问。不过现在误会解除了，正好钥匙也在我手里。那我送你吧。
不用，这么近还送。哎呦，就差一点儿了，不过已经未来可期了。哎，要是把这里塞满金子的话，微微肯定会喜欢的。哇，这可是价值20亿的金子啊！哇，你什么时候做到的？就在刚刚。万年的金钱攻势啊！就算是堂堂掌握价值100亿公司的女总裁，也会倾倒。你没事吧？我还好，不过这些我可不能全部都要。哎呀，我们2个之间还分那么清楚？只是男女朋友，又没结婚。这点黄金，对我来讲不算什么。即便是这样，我也不能要，这也太贵重了。我想过你会帮我，我没想到你能带来这么多。这样吧，我就只要1/3，剩下的我计算一下，把钱打给你。1/3够吗？1/3肯定够了，而且啊，这可是凭空出现的财力，绝对可以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去准备一下。好，你放心去做，我支持你。我知道，那我们一起走吧。7号，我们到底是过来谈事情的，还是过来看你玩女人的？抱歉，让王小姐感到不舒服。我也是女人，以后在我面前少做这件事情。不过，她可不是随便拉过来的女人，她可是之前李天的前女友。倒是有点办法。最近杜威一直在出手，资金强大无比，而根源只能是他身边的那个李天。也不知道这个废物是怎么一飞冲天的，不过我们有的是办法整改他。你去把李天约出来。他肯定不愿意见我。真是个蠢女人！你用杜威做文章，随便编个理由骗他出来就好。7号说的不错，到时候你只需要做一些暧昧的姿势，然后我找人拍下来，直接发给杜威，破坏2个人的关系。这样嘛，到时候我可以直接把他给灌醉，拍出更过分的照片。不用把他灌醉，我给你一包药，一旦把这包药喝下去，保证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玩过那么多女人，没有一个人能逃过这一手。不错不错，你们倒是有点东西。既然这样，我也去找一下叶家。杜家作为5大家族的老大，骑在叶家头上这么多年，肯定很不甘心。这样我们可以双管齐下，到时候绝对可以击败杜家。把事情做得好一点，明白吗？实在不行，和他睡一觉也可以。这样拍出来的照片更好，更劲爆，明白吗？可是谢少，我不是你的女人吗？闭嘴！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明白吗？不然就给我滚出那栋别墅！还有那辆车你也别开了，以后每个月的钱你一个子儿也别想拿到。不，我会去做的。你还等什么？一个烂货居然还想着上位！如果你不是李天的前女友，我就把你丢掉。不过这次一旦成功，我谢家就能更上一层楼了。明明都是5大家族，凭什么我谢家的资产不过才刚刚过亿而已？还是我来收拾吧。你这样怎么收拾啊？还真是好，不过我妈说这样不太好，下次我可不能吃那么多。那我就先走啦。要我送你吗？不用，记得明天来接我下班。走慢点儿。喂，是我啊，李天，没想到你把我拉黑了，想给你打电话都打不到了。
怎么又是你呀？我有杜威的把柄，我就知道你在意那个女人，我手里有她的把柄，你要不要来看一下？凭什么相信你？谢家和王家都在帮我，你凭什么以为我没有？还有，别尝试去联系杜威，你敢联系，我们就敢直接爆出去。你监视我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但是呢，谢家和王家可是说不准哦。你现在在哪儿？风音餐厅，我等你。好。李天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开得这么快，肯定是有什么急事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开车跟上。你穿成这样干什么？当然是等你了。说吧，你说的把柄是啥？别着急嘛，你就不想摸摸？哎呦，真用力！不过我喜欢。哎呀，再不说我就走了。别着急嘛，想知道呀？想知道就给我喝一杯。喝一杯，我告诉你，喝完了就给你说。现在总能说了吧？你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追我的吗？不记得。胡说，我可是你的初恋，你怎么可能会不记得？我看你是啥都没有，真是浪费时间。哎，你看看你怎么那么着急啊？对我做了什么？只是做了一些能让你乖乖听话的东西。放心，不会让你少一块肉的。我已经得手了，在酒店里准备好，我要跟我的男朋友李天来一场大战。哟，这是杜威来关心你了吧？银行提醒您，你有15亿的资金到账。你怎么会有15亿？我有的是你不可能知道的。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是谢少专门用来迷惑那些女人的，待一会儿啊，就会变得欲火焚身。你这个，我就不该信你。这就是你有钱不给我花的下场，竟然在我离开你之后展现出来那么多财力，真是该死！现在我也要毁掉你的生活。走。你果然是女人之中的耻辱，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马玉，我记住你了。还有，我警告你，5大家族的事不是你能插手的。我叫了保镖，已经在来的路上。你要是敢乱来，你就死定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李天，李天，你还好吗？你快走吧，我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可是，那个马玉说，这药会让你……你快走吧。不对呀，我干嘛要走？我不是他女朋友吗？真是的，我又不是不能解决。李天，你说我们现在算不算未婚夫妇了？当然算了。真没想到昨天那个女人她居然会找上门，不过这也算是促成了我们的好事。那个说手里面有你的把柄。把柄？我有什么把柄？
哎呀，下次你直接问我。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监视我，说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他就把你那什么不存在的把柄给你爆出去。真是可恶，他背后绝对有谢家和王家在撑着。哎，肯定是这段时间打得他们难以招架，就出了这么个计策。哎，要不我把我手里的15亿都给你吧？要是之前我可能还会犹豫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我是你的女人，而且我爸妈也只有我一个女儿，就连价值100亿的金满堂都已经是你的了。那咱们就一起把金满堂做大做强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吧。好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都怪你。昨天晚上药劲儿上来了。胡说，你明明后面都已经恢复意识。行了，那先不说了，我们赶紧去上班，回公司吧。王月，你来我办公室干什么？两位还真是亲密啊。你来是道歉的吧？我跟你说不用了。我们之间的大战就此停下吧。停下？马玉的事情我可是记住了。马玉的事情，其实我并不清楚，这完全就是谢浩一个人做的。你说了，难道我们就要信啊？我已经开始主动收敛了，而且这件事情你们可以找马玉确认，找理由、下药，这些都是谢浩想的。你们应该很清楚，谢浩这个人他就擅长这些。开始收敛商业防线，就想让我停下来，想的倒是挺美的。当然不止，我已经准备了5亿的保证金，已经在路上了，下午就可以到账。如果说我们真的停下来，后面还有5亿，还算是有一点点诚意的吧。怎么样，可以接受我的道歉了吧？好，那我们就此握手言和。谢浩，他上当了，告诉叶家，我们这就开始进攻。哎，咱们真的跟他们握手言和呀？当然是假的了，毕竟有你的15亿，我还是有信心能够击败谢家和王家的。就算是叶家和白家掺和进来，都没问题了。那这么说，我们很快就拿下高家了？这个还不好说，金子也是高家的发家命脉，要是能在这方面击败他们，那杜家也会更强大。而且我不是还有你的支持吗？没问题啊，只要你想要，就是天上的月亮我都给你摘下来。贫嘴，还是帮我处理一下工作的事儿吧，李秘书。知道了，杜老师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，王月？这不可能，我背后调查过那个李天，他背后根本什么人都没有。谢浩，别玩女人了，那个李天为什么会这么离谱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正被无限的机会。杜威不仅拿出了天量的资金，还有更多的黄金。这次价格战，我们打不赢了。什么？不是刚开始吗？他已经投入了将近30个亿，整个杜家的资产投入了1/3，全都给压进去了。竟然全压了，那我们也干，跟他拼个你死我活。什么？拼个你死我活呀？我们当初进来的时候就想喝口汤，我可不想把整个叶家都拼进去。对手，这是要跟我们拼到底的节奏啊！现在只能这样了。当初你们说李天会中计，没中；又说杜威会上当，也没上。我们叶家不玩了。这个时候怎么可能不玩了？如同废物一样滚出林城，也比被人干死在这儿强。我们叶家恕不奉陪。难道叶家真的要离开林城？叶海从来都不是会压到底的人，看来我们也得离开了。你们王家可是主力军，他们叶家能跑，你们怎么跑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叶家在的时候我们无力反抗，现在叶家突然跑路，谁能反抗？我们虽然是5大家族，但是每个家族的差距犹如天堑。谢少，
怎么了？你去求李天，求他原谅。让我去求那个混蛋？让你去就去，怎么？不想要钱了？我去。记住，要诚恳。嗯。真的有什么用？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的手段罢了。只要马玉能够干扰到李天，那么对杜威也会受到影响。说的不错。既然我们打不过，那就赶紧撤退，尽快挽回自己的资金。当然，不过我觉得你也应该一起去，这样我们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。至于谢家，我会帮你去注意的。我去？不可能！尊严能跟钱比？你忘了马玉为什么会这么听话吗？行，那我就去挨白眼，挨骂吧。把王家和谢家的资金全部撤出来，这场仗我们不打了。如果说来不及撤，就让谢家去顶累。看来我也得该离开了。我们赢定了，有你给的一切，王家就算是联合其他人也挡不住我们。那我们岂不是一次性就解决了3个家族？当然，他们不死也要大伤。至于白家嘛，我想他们绝对会瑟瑟发抖。然后高家估计也会很快就会来找我们的。高深的号码来的还真挺及时啊。哎，高深不会是来警告我们的吧？就算是警告，我也有你在身边。杜小姐，你看起来并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啊，这让高家很是没有面子啊。高深，王月不是也没有遵守约定吗？高家不是一直很公平吗？怎么现在也来找我了？王家已经不足为惧，他们要么被你击败，要么狼狈离开。还有与之合作的谢家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至于叶家，我听说已经开始准备跑路了。这一战你可以轻松击败了另外3个家族。这难道不是什么好事情吗？他怎么不说话了？李先生对吧？听说你的出现才让杜威有了这么大的胆子。那可说不定啊，我的女人本来胆子就很大。哼，但是现在你们已经触及到了高家的利益，我现在命令你们停止进攻，否则你们就要承受高家的怒火。绝无可能！我早就想试试高家的能耐了，尽管来吧。你们会后悔的。居然还敢威胁我们！居然还想让我停止对王家、谢家、叶家的商战，这高家明显就是想保下王家，然后让我们2家永远陷入内斗，他高家就可以稳坐钓鱼台。但可惜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放心吧，有我在的话，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不过，你金矿那边的仓库，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去看看？好呀，我可以带你去。行，走。2位，我是来赔罪的，而且我还带了另外一个人。进来。李天，对不起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当初不应该抛弃你。你们这是刚哪出啊？我们不是闹哪出，而是为了来和你们和解。毕竟我们现在已经快要输了。打不过，所以就来求饶了吗？也只能是这样，不然就要被打死了。进攻是绝对不可能停下来的。这样老娘就不用舔李天的面子了。不过我老公怎么说，我就听他的。李天，真的对不起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，我给你跪下了。李先生，我知道错了，之前那件事是我不对，我认错这件事。家伙，还不赶紧惩罚自己！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李先生，我知道错了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而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听起来谢家似乎是被当做了擦屁股纸了。你说这王家不会逃跑吧？
没有，王家是逃不掉的。不过谢家嘛，倒是要背上好几个亿的债，不知道谢大少需要多少年才能还清呢？这不可能！你竟然相信王月，真是愚蠢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亏了好几个亿，那你岂不是什么都给不了我了？不行，别墅必须是我的，车子也必须是我的。这是谁都能玩的烂货，老子现在彻底没钱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可能一点钱都留不下来？我陪你那么久，你不能拿走我的东西。老子被王月卖了，你这个贱货，再敢给我胡搅蛮缠，老子打死你！不许走，不许走！离开，我得离开这里。李天，李天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求求你帮帮我吧，好吗？你觉得可能吗？他现在可是我的男人。晚安。干什么？你一点往日的情分都不顾。你已经失去一切了，你赶紧回去住你的破出租屋吧。不，我真的不想回去了，我再也不想去那个出租屋。不要，放开我！这两个人嘛，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。至于马玉，他呀是要重新回到他的尘埃之中。不，他本身就在尘埃里，只不过是在灰烬当中做了一场梦罢了。确实是一场梦。哎，今天还是邂逅女朋友，开着豪车住着别墅，明天就啥都没有了。不过呢，我们也不能放松，这两个人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对手。我带你去金矿那边看一下仓库吧。交给我就行了，有我在，高家也不是对手。走吧。好。哇，没想到有这么多的金矿石啊！这还不算多，据我所知，高家还有2条这样的金矿脉，这也是高家能够稳坐第一的主要关键。没事的，到时候我直接再给你来一仓库的金矿石。我就知道你会帮我解决这些麻烦的。到时候我让人在旁边重新建了一个仓库。有我在，金满堂肯定会蒸蒸日上的。现在已经开始了，王家、谢家、叶家这3家都败给我们了。我们吃下这3家，资产就能瞬间飙升至100亿。要是再击败高家，那我们就能轻松达到1000多亿了。1000多亿？现在你的公司都那么厉害啊？不是你的公司，我们也是有你才能走到今天的。而且我也是你的女人，我的一切那也是你的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快回去吧，毕竟要面对高家，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的。我还是得先拍个照，到时候新仓库建成之后，我给你摆上各式各样的金矿石。金矿石？哪有那么多金矿石啊？哎呀，那我的不也是你的吗？那我们就先不回公司了，先回家吧。还是算了吧，我觉得正事要紧。好吧，等击败了高家再说。走。白先生，不用紧张，来坐下吧。多谢高家主。现在我们毕竟是合作人嘛，当然要有足够好的态度。这次让白家主过来，主要还是希望能够联手解决掉杜家。真的吗？那真是我们白家荣幸至极啊！不知道为什么高家会选中我们白家，以高家的实力，完全可以轻易解决呀。狮子搏兔，一用全力，既然决定出手，高家就绝不能失败。我们会动用手中的一切资源和资金，同时拉拢所有能够拉拢的朋友，来击败杜家。我儿子说的非常不错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那个李天，他总是让人捉摸不透，这必须谨慎对待。另外，这临城5大家已经被杜家干掉了3个，现在只剩白家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白家一定听从一切调遣。清楚就好，能够跟我们高家凑在一起，那是你们的运气和福分。臭小子装什么？如果不是你爹高舍足够厉害，你真以为自己算根葱？白家主，你先回去，剩下的计划我们会仔细研究。你
只需要听我们的就足够了。好。啊，高仲，你是我弟弟，更是高家人，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。面对杜家还要拉拢一个白家，有什么用啊？哎，话可不能那么说。这白家并不是说没有用，他可以当我们的马前卒，去探探虚实。如果真的难搞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去找韩先生。毕竟，韩先生掌握了全球的黄金命脉，有了他的支持，到时候我们高家可以轻松地解决掉他们杜家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明白的原因啊！我们不是有韩先生在吗？韩先生，这点破事就去找韩先生？要去你去，我不会去，我这就去找杜家发动商战。多跟你哥学着点儿，明白吗？嗯哼。这两个儿子真不让人省心，看来我有必要做两手准备了。还是得靠你呀。这下就能够解决最近这段时间杜家的损失了。接下来只需要全力进攻就行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果然还是要眼见为实啊！简直神了这！有我在，高家不是什么难题。我女儿这是找了哪方的大神？接下来你只需要全力出手就行了。真的吗？全力出手？难道是要把杜家全都压上？有我在，岳父你就放心出手吧。好吧，我就听你的。那我们就拼上一切，击败高家。击败高家现在还有点困难，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先挫一挫高家的锐气。都说了，不是有我在吗？你们先待在这里等我，我再去给你们准备一个更大的惊喜。真的吗？还有啊，我要让我们的资产不断攀升，只是需要一点时间。好，那我就和我爸在这里先等你。我们也算是互相成就了。没有了杜威，我可看不到那么多金子了。再试试那个方法，金矿要是拍下来的话，这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我靠！居然真成功了！这可是一整个金矿呀！喂，李天，不，老公，你准备好惊喜了吗？你现在过来吧，我们马上过去。我记得微微之前说过，好像高家也只有2条金矿，现在完全可以和高家对抗了。要是能够拿下高家金矿，再拍照的话，这隔壁怎么还有一座金矿啊？我们从来都没有发现过这么大的金矿。送给你的，微微。送给我女儿的。谢谢老公。都喊老公了，还说什么谢谢？有了这个金矿，绝对可以击败高家。不是有了我老公，绝对可以击败高家。对，有我女婿在，肯定没有问题。干嘛呀，爸？女儿啊，你今后要对李天好一点，明白吗？我对他可好了，什么都由着他。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早点怀上李天的孩子，或者是早日结婚。这可不好说。那也要去做。李天嘛，现在还年轻，你们俩怀上孩子肯定不是难事。岳父，咱们回去吧。不如我们先回家吧。咱们不是说先去击败高家吗？没错，你们2个先回家吧。有这金矿和这一仓库的金矿石，我有把握搞定高家。真的，岳父？
微微的本事可是从我这里学的呀！哎，我这把老道也要再度出鞘了。哎呀，你就相信我吧，毕竟我爸当年可是在高家的围剿下开启了金满堂，有他在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。走吧。好，回去吧。醒醒，老公，我们该晨起运动了。老婆，你干嘛呀？真把我当牲口了呀？这可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呀！要不咱们今天先去公司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？哎呀，不用，那些事情我爸都可以解决，我们俩只需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。老婆，你就放过我吧。哎，你怎么连睡衣都换了？怎么啦？不喜欢？喜欢是喜欢，要是能够别乱动，那就更好了。之前都是急匆匆的，现在到嘴边了，不吃了。那吃多了也总得消化一下才行嘛。哎呀，我们继续。喂，谁啊？是我呀，女婿。你和杜威在一起吗？当然在一起了，岳父。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只想告诉你们，高家那边已经有点难以支撑了。不过他们似乎还有后手。哇，岳父，你真是宝刀未老啊！才几天就把高家打成这样了。主要还是你送来一个金矿啊，女婿，你是真不知道一个金矿的价值。高家可以说是完全判断失误，才会败得这么厉害。哦，对了，白家那个小虾米也是顺手被直接除掉了。白家也掺和进来了？是啊，被高家当做马前卒了。不过现在不重要了，高舍这个人我很清楚，不会死斗到底的。高家家大业大的，就算失败了，剩下的也够他们衣食无忧的了。是啊。越是身居高位，越是害怕失败，害怕失去一切，很少会有人孤注一掷的。哎呀，爸，你还要跟我老公聊多久啊？我们还要办正事呢。也是，你们继续办正事吧，有时间再找你们。爸，老婆，你没听吗？咱爸说有事儿呢嘛。那分明是有事情在找。哎，老婆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去一趟公司吧。等回来，我再好好服侍你。好吧，这可是你说的。那我们先去换衣服。好。这样应该就差不多了。高家已经完全估错了我们，他们已经彻底落入了圈套，只要保持进攻就可以了。好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来这儿了？我就知道爸爸会在这儿。我们想出来逛逛，天天在家嘛，除了吃就是被吃。年轻人呢，确实需要保持节制一下。对，不过你们也不用来工作，好好休息就可以了。毕竟高家已经独木难支，那个白家早在开战的时候已经被我们消灭了。还是爸爸厉害。哎，这倒不难，不过我倒想回家吃一顿你妈做的饭。哎，她也太难了，天天给我送饭。杜先生，我们是来求和的，继续这样对战下去，已经没有了必要和意义。没想到高少爷会亲自来请我高抬贵手。既然知道是我们亲自来，那还不赶紧识相点？看什么看？高家不是你们可以对抗的。要是想丢脸，去其他地方。杜先生，我弟弟性格就这样，你也知晓。这次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。首先，高家已经开采了2座金矿，全部还给杜家。另外，我们还有1座已经勘测完成的金矿，但还没有进行开采。居然又发现了1条金矿，看来我们出击的还正是时候。要是再晚一步，恐怕就击败不了高家了。高家愿意断臂求生，以后在金子方面，杜家可以称霸了。只是断臂求生，高家这段时间在其他方面肯定也一直在寻找着自救吧，估计有上百亿都拿出来了。杜小姐的眼光果然犀利，所以我恳请杜家高抬贵手，这样对你
我都好。不要让我们真正出手，我们有韩先生在，他可掌握着全球的金融命脉，到时候一旦出手，你们就没得赢了。行啊，那你们尽管来吧，我还真想看看你们那个韩先生有多大本事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们就等死吧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如果不是我爸让我来求你，我也不想来。不过现在，杜家可以等死了。韩先生可是掌握全国金矿命脉的霸主，不是一个小小的凌城可以比拟的。再强，用我的手机强，你就回去好好等着，看你那个韩先生怎么败吧。我以为高深会比他弟弟好一点，没想到也只是会做表面的样子而已。这样才是兄弟两个吗？其实不管是谁啊，都一样，都是失败。这要是能够击败的话，那我们就身家万亿了。现在都已经是身家千亿了，刚才高深还想用3座金矿来贿赂。我们要是能打败高家，这一切都是我们的。现在这个行动马上就要完成了。高家的覆灭那是迟早的事儿，不过爸，你的进度可得加快点，我还想去看看那3座金矿呢。我会加速完成的。不过你和薇薇就先回去吧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回家吧。要不我们去逛逛街吧？好啊，那我们就在家里逛。高师啊，你怎么有空来找我了？韩松先生，我只是遇到了一些麻烦，还想请您出手帮忙。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，我看你在临城的1亩3分地上过得还是蛮滋润的了。我只是不想打扰您，毕竟是您提携我，一直把你当成想报答的恩人，只是处理的地方太少了。我可以帮你，但是你的金矿资源要全部给我，怎么样？只要韩先生肯出手，我们高家任由韩先生处置啊。哦，你还是和当年一样有魄力啊！念在你之前挺会拍马屁的份上，我会给你家留下一笔能够过舒适日子的钱。多谢韩先生。我会给高家呀足够的资源和钱，你可以回去了，放心去做。一个谢谢都不说，连高舍都能够打一顿，我怎么不知道临城有这么大的金矿？看样子我也得去一趟。那2座是已经开始弄的，剩下那1座是高家刚刚开始开采的，就是高深之前提到的刚刚探明的资源。没想到爸那么快就把这3个金矿拿下了。现在呢，这3个金矿已经是烫手的山芋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之前说要送给我的惊喜是什么呀？你捂上眼睛就能看到了。然后，好了，睁开眼吧。怎么了？3座金矿。对啊，都是你的。李天，你干什么？这荒郊野岭。那我们回家吧。咱们还是先过去看看吧。我想着让你在公司总部多弄几个仓库呢。建仓库干什么？咱们的对手可是掌握着全国金矿的顶级人物，那我不得把你金库里面多塞点金子才行。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那男人不就应该对自己老婆好吗？好，等这些事情都结束了，咱们就结婚。我还要给你生好几个孩子呢。不要那么多吧，到时候肯定是为了分家产打起来的。是啊。咱们回去吧，就先不回家了。你和你爸爸在公司那么努力，我也多帮帮忙。毕竟咱们这次的对手，打起来还是挺有压力的。
好，那我们一起击败高家。可不能让别人看到了。这几个月高家的攻势越来越猛，投入都是上千亿。还好我有拍立得手机。刚才在旁边仓库拍的照，这会儿就可以直接复制了。只要仓库不断的加入新的金子，我就可以一直复制了。掌握全国金矿的传奇，大名鼎鼎的韩松，看我怎么击败你！哎，喂，老婆，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又准备好了吗？啊，那边都已经快吃不住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他们又要撤退了？对啊，你这段时间给出的支持实在太惊人了，简直就像是在无限复制一样。高价花费了上千亿，但实际上消费更加惊人。韩松已经吃不消了，而且他根本看不到获胜的希望。那我们可得全力发起进攻了。对呀，正在进攻呢。这段时间，我爸都把金满堂开到了全国各地，到处撒金子，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拒绝的。这要靠你们了。不，全靠你！没有你的支持，我们做不到这种程度。哎，不说这些了，我们共同努力吧。我先挂了。好。再去旁边的仓库看看去。韩松，我看你顶不顶得住。你不是说他们只有几条金矿吗？现在看起来根本都不是，这简直就是个无底洞。老子烧了快2000亿了啊！老子万亿身家竟被这小小的杜家吞走了1/5。我真不知道，这个李天实在是太邪门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受不了了！投降，快去投降！杜家还在追加金子和钱，韩先生，我们怎么办？这根本就是一个无底洞，偏偏我还被对手死死地咬住。我看似还活着，但实际已经死了。看来我不得不拿出我最终的杀手锏了。我得去趟国外，我有一个底牌，绝对能够让他帮助我们。爸，我们怎么办？你没听到吗？韩先生要去国外。我们要走了？只能这样了。不行，爸，我们去求求杜家吧。我把高仲也叫过来。走。哎，干杯！我们胜局已定，韩松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。这一次高家算是彻底被消灭了。杜总，放过我们高家吧！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高家吧，至少留一点点钱也行啊！哎，你们之前不是说要把杜家覆灭了吗？你们那个韩先生呢？韩先生他跑了。那你们就彻底不是对手了。保安，拉出去！杜总，李先生，放过我们吧，放过我们吧！高家不可能覆灭，不可能！老公，看来这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。那我们是不是也该准备要结婚了？是该举行了。哎，咱们现在就去准备一下吧。不用准备，我早料到有这一天了，所以我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？这次啊，该轮到我为你操心了。走吧。这下我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。对啊，我有个想法，不如婚礼结束之后我们就隐退吧。那公司谁来打理啊？这价值万亿的公司是因为你才有的，自然是你的。我只想做你背后的女人。好，反正呢一切都结束了，公司也做到了最大，以后啊不会有任何危险来针对我们。小妹，婚礼即将结束，我们拍最后一张照片吧。